今年旗舰机的市场跟去年还真不太一样。去年刚首发的 vivo， 今年超大杯灭霸迟迟不出。去年发的最晚的 OPPO 超大杯，反而成了这一届8 Gen 3里面第一台发布的超大杯，等得好辛苦啊！在小米14之后，小米捂了小半年，14 Ultra 终于憋出来了。话说啊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：屏幕前有没有双11刚充完小米13 Ultra 的小伙伴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这区别好像也没多大嘛。你看这个造型，就把原来那个莫名其妙的轮给拍扁，然后摁上14 Pro 的屏幕，传感器也差不多，英寸配3个 IMX858。好。小米13U的小伙伴看到这里，差不多赶紧跑啊！因为我这几天用下来，14 Ultra 实际上的区别那可太大了。首先，228克肯定不算轻，镜头15毫米多当然不算薄，但手感可以说甩了13 Ultra 2台11 Ultra。原本微曲面屏加上直边的转角，拿在手上总会有一种不太对付的感觉，现在就舒服多了。原本残存的一喵喵奇怪的 R 角，现在不仅舒服了，还等身，观感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了。到底是影像旗舰啊，这么舒服的屏幕，官方的说法居然是为了拍照不误触讲究。但是你缩小一看啊，这设计不能说10分，起码有9.9分相似吧。讲道理啊，小米Ultra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是这一英寸。2年前小米是最早一批玩上的，那当然得搞点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到底怎么让能塞进口袋的手机厚脸皮到跟一台大相机去比较？小米的思路很简单，你也许拍得好，但是我能拍得到。而且未必你的相机就真的拍得更好。这怎么说呢？这可不是一个画质就可以讲清楚的。小米的解题思路是尽可能多的焦段覆盖和尽可能大的对焦范围。甚至还有一些小米自己的游戏理解，我先卖一个小关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米能拍得多远啊！你看那边有一个2维码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个2维码对于 AI 来说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啊！你要猜呢，就得猜得有理有据才行。我们来试一下看。哇哦，哇，这真能扫得出来啊！另外2家的表现是这样子的。这一看就感觉扫不出来了，试一下。好，这拍的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更清晰一点。至少目前 vivo X100 Pro Plus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小米14 Ultra 对比另外2家的优势还是挺大的。感情你13 Ultra 这个表现是演我的是吧？要不考虑 OTA 一下？这他妈的真好玩的！在设置里面，你还可以看到小米的超级长焦算法，还 beta， 这很小米。除了远，超广角也是一如既往的广，标称是12毫米，确实很夸张。现在很多的手机为了照顾画质和大地，总会在视角上面动一点刀子。那我反而觉得超广角嘛，拍得广、冲击力强才更重要，画质反而够用就好。而且你别说啊，这个画质还不凑数。那拍远没有什么问题，拍近那就得看微距了。小米14 Ultra 这4个镜头居然3个都支持微距，这半个月用下来，数一数，其实用微距拍了不少的照片。长焦微距的那种特写感，确实是其他镜头很难比得上的。说起来，这长焦微距应该也算得上是小米带的头了。小伙伴们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多试一下长焦微距，效果真的会好很多。而且小米甚至还有更深的思考啊！现在卷大光圈和大底，那虚化肯定就会很严重。那怎么样让虚化也变成创作的一部分呢？主摄它就用了可变光圈。那长焦怎么办呢？没错，景深融合。这是一个长焦微距的照片，打开之后，唰的一下，它就变成这样。其实原理说的很简单，就是拍一组不同对焦的照片合在一起。就说这个效果能给几分？不过啊，我想给下一代提个意见，你这景深融合咋把 HDR 效果给弄没了？小米这个开启方式很有意思啊，它是只有这个3.2倍才支持嘛，你就对上你想要拍的这个东西，然后预览窗里面就会弹出这个开关。你看，我先拍一张这个前景深的，然后我在这里就可以调要不要这个景深融合，然后我们再用景深融合拍一张。不过它这个设置选项是不会保存的，退出去再进来的话要重新设置一下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改进啊？聊到这里，其实就把小米这一次硬件上面的进步说得七七八八了，是不是有点刻板印象了？就这
等会儿上面说的这些确实是进步，但他们还真不是最让我觉得惊喜的部分，咱还得看它最等级森严的软件。看看这是啥？什么人像模式能调焦段了？哼，只有小米用户才知道这是多史诗级的升级。你看上一代啊，不能调大小，只能用75。如果你想用主摄的话，你得点这个箭头，再点这个全身模式。好家伙，这才把主摄请出来。如果想换回长焦，不好意思，再点一遍全身模式。小米14U 这个 UI 强烈建议下换给之前的小米手机，好吧？而且小米这个人像模式啊，在有算法的情况下，还是能拍得贼快的，跟上一代比起来是这样的。不过这也算是小惊喜了，最大的惊喜其实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，小米这回啊真听劝了。我盘了一下，我差不多是1年前做的那个小米13U首发视频，里面我就突聊了算是有10个问题吧。今年14U我拿到手一看，居然全都改进了，不是，这也太听劝了，我不习惯啊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小米14U的拍照套件，你可以一键拍照，半按对焦，拨杆还可以变焦。67毫米的转接环可以接上对应尺寸的滤镜，我没有67毫米的滤镜，但我有82毫米的 ND 镜，用上转接环就成了这样。如果在去年见过小米13U的小伙伴，可能不会觉得有多新奇啊，甚至因为手柄去掉了蓝牙连接，变成了有线，所以不能像去年那样当成快门线遥控拍照。但这一次，一个新的视频录制键，在相机页面一键就能录制。这个新加的小轮盘默认可以调节曝光，当然你还能在设置里面自定义它负责调整的参数。最让我惊喜的并不是这些新加的东西，反而是小米在原本基础上面的优化。去年我说，你想要把这个滤镜拆下来，你需要先把这个转接环给松一松，转到一个卡住不动的位置之后呢，这个时候你捏住滤镜才能转得动，不然你这样转一辈子它都是取不下来的。现在呢，小米直接给你一个物理按键，按住就能转下来。去年我说，这也就意味着它并不能给手机充电，手机也不能给它供电。现在呢，小米直接把这个手柄做成了1500毫安时的充电宝。去年我说，所以手柄上面有一个 Type C 是给手柄充电的，而它把手机自己的 C 口挡住了。现在呢，插上这个 C 口，你就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，边充边用。你看，这不是还是知道该怎么做好了吗？就连这种估计没几个人去买的配件，小米都有去收集反馈来做改进。在手机上对比13 Ultra， 小米也做出了很多优化。我之前就很喜欢街拍模式，你只需要连按2下音量下键，超级快，一瞬间它就完成了亮屏、启动相机、测光，还拍了一张。对于街拍来说，从拿出来到按下快门，其实你根本没有时间再去调任何的参数。本来小米已经搞得蛮好了，但现在不同的焦段可以直接切换。14U 的不同相机模式，终于感觉是一个团队做的了。这个是曝光条件，直接在预览界面就能调，优先级已经很高了吧？但这还没完啊，多切几个模式，人像、专业、街拍，甚至是视频都能调。如果你恰好还有摄影手柄，上面的这个小波轮直接就可以调曝光，这才叫相机。而且小米的思考还不止到这一层。再看这个街拍模式，里面有单独的预设，选好你喜欢的参数，再点这个小加号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喜欢的预设了。焦距、焦段、曝光、徕卡模式全都可以保存下来，甚至在专业模式里也可以保存自己的预设，但能保留的参数可就多了。稍微改动，设置成你自己喜欢的预设。这个不错，就叫深夜朋友圈吧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哦，对了，小米还提供了几个预设风格饮料，真的很毒。我严重怀疑灵感来自于我的富士，你就说是不是吧？甚至我还试了一下这个徕卡单色滤镜，更毒了。我还拉来了另外几台的黑白单色模式，跟它比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小米14U的这个更毒。用小米14U的这些天，我觉得它最强的地方还是它真能当一台手机用。为了帮大家验证一下它到底是不是一台合格的手机，我也大概测了一下，结果有点小意外。先说亮度啊，这块国产 2K 屏和小米14上的那一块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还挺像的。还有一个好玩的，这一次的 HDR 图片显示，因为遵循了谷歌的 Ultra HDR 格式，所以甚至啊，它还可以和同样支持这个规范的三星 S24U 联动。也就是说，从小米上面同步过来的照片，在三星上也能有 HDR 效果，有点意思。性能我测了30分钟最高画质星铁56.8帧，原神的表现有点意外。性能模式下30分钟最高画质表现58.5帧，不过正面温度不高。充电我觉得这一次最有意思的就是无线充电，80瓦无线充，这可比不少的手机用线充都快不少了。Only Apple can do。
测试了一下，从零点关机到 UI 充满57分钟，59分钟实际充满。简单总结，小米14U 可能是12SU 之后，我觉得小米最让我喜欢的一台小米手机了。不再是单纯的拼硬件，静下心来做优化的小米，反而做出了更成熟的手机。甚至夸张一点，它做出了我心目中13U 应该有的样子。现在的手机影像参数基本上已经卷到头了，旗舰机又仿佛走回了曾经的老路，更大的电池，更快的快充，甚至是普及更护眼、更好的国产屏幕，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开始把通信覆盖到天上去了。踏踏实实做体验的影像旗舰们，虽然永远不可能是最好用的手机，但我觉得做出一台能够满足一小部分爱好者的极致玩具，不也已经是它们存在的意义了吗？ 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Ke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小米15U能不能把超声波指纹给我加上？